着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3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能够做开启感动的工作，也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扎根，让我们能够在每天所行的事情上面，能够按着你的心意去做。主啊，再次的求主你来纪念这个讲台，也愿你圣灵恩膏这个讲台，愿你的话语自己亲自传讲。我们把今天的讲台恭敬的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的。阿们。这段故事里头，让我们看见这个耶稣所讲的一个爱。一开始讲到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说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个问题，说那我要怎么爱？那耶稣就做了这个比喻。你知道，在加拉太书里头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的之一的一个就是恩慈。那恩慈究竟是什么呢？恩慈就是爱的行动，恩慈就是你采取的行动，是爱的实际的表现，是爱的实际的表现。恩慈是你可以努力的行出来，它是看得见，而且是有行动的，不只是一个情绪而已。那成为恩慈的人是什么意思呢？但我告诉你，做一个恩慈的人，应该要有这5种特质。首先，我们看见有恩慈的人是对人敏锐的，跟你旁边讲对人敏锐，对人敏锐，他清楚周围人的需要。我们也应该知道，多注意你周围人的需要。恩慈是从敏锐开始的。腓立比书2章第4节，这里讲到，个人不单要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请你在这个“顾”这个字下面画一条线。恩慈总是看见别人的需要与伤害开始的，恩慈总是从看见别人的需要跟伤害开始的。例如在婚姻里面，我们常常忽略配偶的需要，我们会越来越冷漠，我们不再倾听，我们不再在意配偶所面对的压力。那简单的说，很多婚姻的根源其实就是不够敏锐。同样，弟兄姐妹，你在本周所遇见的每个人都需要恩慈，因为配偶的感受，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在某些方面受到伤害。或许今天就在你身旁的那个人，他就遭到了极大的打击，大部分时间你可能都忽略了他们。那么你现在就开始敏锐一点。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9章，我们看到大卫王敏锐跟恩慈的例子。扫罗王死了以后，大卫被膏为王，他带领以色列人打赢了好几场胜仗。那个曾经追杀他多年的这个政敌扫罗已经死了，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也死了。但是请注意，大卫在这里做了一些什么？他即位以后，他做的事情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询问扫罗的孙子当中是否还有人活着。大卫要恩待他找到扫罗的一名孙子叫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实际上还是一个双腿都瘸了的一个残障的人，所以当大卫打发人去找他的时候，米非波设或许会这么想：哎呦，我大概完了，没命了，因为我是他前朝的余孽，他是仇敌的子孙。但是你要看见大卫怎么说呢？他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给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给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在吃饭。我们看见大卫很积极的寻找他可以善待的人，他很敏锐。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周围有哪些人需要你的恩慈呢？你需要对哪些人敏锐呢？所以我们要对周围的人敏锐。第二个，恩慈的人表现出来的第二个特质就是支持。
我是说多建设，多建设，少拆毁。请注意一下你自己平常对人的说话的态度，多说鼓励的话，说恩慈的话。箴言里头15章第4节说什么？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你会喜欢别人贬低你吗？当然不是，没有人会喜欢的。有人会说棍棒，有时候有人是这么讲，棍棒石头可以打伤我，但咒骂永远伤不了我。但是其实恰恰相反，咒骂是很伤害人的，随便对别人贴标签也是一样。事实上，圣经说舌头有生死攸关的威力，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会毁灭别人。所以我们所说的话要有建设性，给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情绪上的支持，鼓励他们，多支持别人。如果你看箴言10章32节，这里讲到说，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那种只会抓别人小辫子的人吗？或许你只是开开玩笑，但是你做了，而且乐在其中。有恩慈的人是不会使人难堪的。有一个漫画，我从小喜欢看，我不晓得你们知道这个吗？查理布朗，其中有一段很有趣。查理布朗打电话给一个女孩，女孩说：“哎，小查呀，你猜看我正在竞选什么呀？我们学校的5月花皇后，我在竞选这个5月花皇后 Queen。”查理布朗说：“哎呀，真有趣啊 ，Lucy 也在我们学校被选上了。”电话那头那个女孩就说：“哎，你们学校的水准真是太差了，对不对，小查？”当查理布朗把这个电话挂上了以后，他就看看他旁边那个 Lucy， 他说恭喜你。查理这句话说得很有外交手腕，这是恩慈。你的言语常常带着恩慈吗？你是鼓励人或贬义人？你是扶持人还是拆毁人？你常夸奖你的老婆、孩子，还是常常抱怨他们？让我这么说好了，如果你讲一句好话，上帝就给你1块钱；如果你每讲一句不中听的话，上帝就拿走1块钱。那我请问你现在是有钱人还是穷人？学习敏锐，说话的时候多鼓励支持。那约瑟在创世纪，约瑟他也是语言当中常常带有恩慈的好榜样。他一生很坎坷，我们都知道，他被他的兄弟视为眼中钉，最后还把他丢入坑中，然后又被卖为奴隶，卖到埃及去做奴隶。这过了整整30年很悲惨的岁月，甚至还被关到监牢里头。但是最后他否极泰来，回来竟然成为了埃及法老王的宰相。而且呢，他的兄弟甚至有一天还必须要跪在他的妻面前，跪在前面。你想想看，哎呀，我终于等到这个报仇的那一天了。但是圣经里头说什么？他说约瑟原谅了他们，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甚至于在他父亲过世以后，都依然如此。恩慈的话语能在紧绷的关系上搭筑桥梁。基督徒应该要带恩慈的言语，即使是报复的机会就在你面前，你也要有恩慈的言语。第3个，恩慈的特点是怜悯。如果你想要对人恩慈，你就要学习多怜悯一点。当你懂得怜悯人、体贴人、与人共患难的时候，你就赢得了他们的心。当你碰到别人遭遇困境，我们可能会说：“哎呀，我觉得不晓得怎么办好，我要怎么讲啊？”
怎么能够安慰他呀？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说什么，你只要在一旁陪伴着他，就是恩慈的表达。有的时候碰碰肩膀，一同流泪，拍拍他的背，握握他的手，这个就是一个受伤害的人最需要的，那个就是恩慈。罗马书里头讲到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人要怎么样？同哭。当你一个10几岁的孩子，带着一个破碎的心来到爸爸妈妈面前，你怎么面对啊？哎呀，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还是你要很怜悯的关心他？你让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有一段很尴尬的年龄哦。那个时候脸上长了几颗青春痘啊！哎呀，我就觉得就是世界末日啊，完蛋了，我这怎么见人呐？你知道，现在如果你的孩子为了他脸上的斑点，来到你面前，觉得好难看啊！我这个简直是世界末日啊！你就只在旁边说：“哎呀，这有什么了不起吗？我当年也有啊，一下就好了。”当然呢，对你现在的你来讲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对那个身为青少年的孩子来讲，却是天大的事情。所以要多怜悯。你对孩子兴奋的事，你也感到兴奋，那个不是孩子气，那个是恩慈。对他们感兴趣的事，你也感兴趣。你知道有些人，除非是炸弹在他面前爆炸，要不然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引起他的兴趣。要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人同哀哭。耶稣是怜悯的一个榜样，在约翰福音11章35节。我们看到耶稣为坟墓中的拉撒路来哭泣。耶稣并不害怕表达他的情绪，所以他被称为是一个恩慈与慈爱的上帝。耶稣是慈爱的表现。我们常在福音书当中会读到说，耶稣怎么样动了慈心。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是恩慈，我们看看耶稣就知道了。如果你要有耶稣的样式，你就要有恩慈。不管你会背诵多少的经文，你对圣经有多大的了解，或者你多么常常去教会，如果你没有恩慈，你就没有耶稣的样式。所以要成为有恩慈的人，你就要更敏锐，你就要更多的支持，你就要怜悯，你就要能够怜悯你的周围的人。所以跟你们讲，要怜悯，要怜悯。第4个，有恩慈的人也是坦率的人。有时候恩慈就是坦诚，将一切摊在阳光下面，说实话，对人坦白。有时候对朋友最恩慈的方法，其实就是对他们坦白，诚实的指出他的错误。箴言27章第6节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的。”真正的朋友会坦白的对你说：“你搞砸了，你犯了人生当中最大的错误了，或者是你需要好好的整顿一番，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啦。”真正的好朋友是会告诉你这些话的人。你想想看，假设像我是一个医生，假设你做一个医生，你为人检查身体以后，对这个病人说你必须要开刀，还是你跟他讲说：“哎呀，放轻松一点，不要担心。”我问你，哪一种是恩慈的陈述？如果你需要开刀，那么做一个医生所能做的恩慈的事情，就是老老实实的告诉你说你需要开刀。就好像一个外科医生必须要拿手术刀割开病人一样，有的时候是为了医治某一个人，我们可能会伤害到他。所以有的时候恩慈的意思就是坦诚。
有一本书叫《坚韧的爱》，Love Must Be Tough， 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这本书主要谈到婚姻跟家庭关系。他提到，有的时候爱是做一些严峻的事情。他建议婚姻中的受害者，有时候要向配偶说：“我不想让你再逃避了，也不会独自坐在一旁看着你毁灭我们的婚姻。”有的时候我很想了解那些常常他们来到我面前来做婚姻辅导的夫妇，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因为在乎对方而说出来说：“哇，我希望改善这个婚姻，我不想再继续这样忍受下去。”真正相爱的夫妻是可以坦然面对问题的。同样的，父母也是一样，对孩子也是一样，能够坦然地对孩子说：“这事不可以做。”要不然就是溺爱。加拉太书第2章可以找到这种坦然面对的例子。彼得访问安提阿教会，会友当中绝大多数都是非犹太裔的这个基督徒，而他很喜欢跟他们交往。彼得了解，身为一个基督徒，他并不需要完全遵守从前犹太人的习俗。我这边只是举个开玩笑的例子，我想看彼得很喜欢吃火腿三明治，虽然犹太人不吃猪肉的，但是哎呀真好吃，这些年长竟然错过了这个福气，能够吃猪肉。但当安提阿的基督徒们在野餐的时候，彼得可能就跟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坐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吃火腿三明治。但是当突然有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彼得说：“哎呀，或许我应该要做到犹太人基督徒那边去，假装我并不是自由派的。”当保罗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他就说：“彼得，你是一个伪君子。”他这么说是因为他关心他。保罗他关心也担心那些非犹太基督徒们是否会因为彼得前后不一的这个言行举止搞糊涂。保罗因为关心，所以就坦然面对。有的时候，你能够做的最恩慈的事情，就是勇敢对人说：“你把你自己搞一塌糊涂了。”但是，跟刚刚讲了，你说你要怜悯，要支持，那现在又是坦诚，那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坦然面对呢？你这什么时候要对人家严峻呢？但什么时候应该要温柔呢？你可以问你自己2个问题。首先，我是不是真正的关心这个人最佳的利益？其次，我是不是只做打了就跑的批评？还是我打算留下来帮助这个朋友进行改变的？有的时候恩慈就是坦诚，因为会袖手旁观，让你自生自灭。但是这里头也必须要有支持，不是讲完就算了，也不是骂完就算了，而是我与你同行，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努力。我支持你，你支持我。所以，恩慈人要怜悯，要坦诚，也要支持。最后，恩慈人的特质，第5个，如果你想要恩慈对待人，你就要学会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主动去做。不要刻意要等待一个特定的机会，有机会就随时表达出来，现在就做。跟你旁边讲要采取主动，采取主动。如果你看加拉太书6章第10节，就是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子。
就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请注意，这一段词里头说，有了机会，我们什么时候该行恩慈呢？就是有了机会。你有没有这么想过？这个人对我真好，我应该写一张谢卡给他，或者你有没有在想，我今天应该打一通电话给这个人，或者是送点什么东西给团契那些很忙的弟兄姐妹，他们功课很忙啊，我是不是应该准备一个盒饭，帮助他一下？但是你延迟了这个好意，你想到了，可是慢了一步，等了一下，然后你就忘了，直到有一天想起来的时候，才觉得真是不好意思。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我们会不会有这种经验？有的。很多时候你想做，结果你就过了一阵子就忘了，所以要马上做。我想我们都有这种迟延的经验，所以只有恩慈的想法是不算数的，机会错过就不一定会再有，除非你好好的把握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想向人行善的时候，就要立刻去做。当你有一丝的意念想打电话给你妈妈，你就马上去打。写一张短短的一张纸条，分享一个你需要代祷的要求，帮忙人家带个孩子，帮人家看个门，不管什么，只要有机会就表现一些恩慈。圣经中自然呈现恩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今天念的这段经文，这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有个人受伤了，被强盗打得半死，夺走了一切，他躺在路上奄奄一息。一个祭司走过来了，看了他一眼，我可不能够靠近那个人了，要不然把我衣服弄脏了，我圣殿都进不去啊，我就不能做事啦。另外一个宗教领袖也走过来了，一样又绕了过去。最后一个撒玛利亚人来，那个撒玛利亚包裹了那个人的伤口，把他带到最近的旅馆，把他的这个 American Express 拿出来，说放给经理，说OK， 我就帮他付钱，并且说好好照顾他，一切算在我的账上，我回来的时候我再看他。我们看见恩慈是要付上代价的。而那个撒玛利亚人看到需要的时候，他一点考虑也没有，他把握这个机会，马上放下一切，没有犹豫，他自然的呈现出来。相反的，我们看到的冷酷有计较的这个祭司跟宗教领袖，只会算计他们的奉献会不会受到影响，算计这个自己的工作有没有影响。我相信那个祭司一定可以找到很多的借口不来救这个人的。也许觉得我在圣殿里头一向尽忠职守啊，可是我现在得赶紧赶时间回家。或者他会想说，如果我停下来帮这个人，搞不好我自己也会被抢啊，我得为我的一家大小着想啊。或者说，他受伤又不是我的错，他自己应该要小心一点啊。甚至于会说我回去一定争取更多的警察，多多巡逻耶利哥的路上。这个都是烧不着痒处的。但是弟兄里面重点是，当耶稣讲这个故事来提醒我们小心周围受伤的人，他要我们注意周围的需要。可能有些人在婚姻里面受伤，有些人在工作里面受尽委屈，被打击，可能有些人是身体正在受到病痛，甚至有些人是在灵命，在教会的生活，或者是情感上面遭到打击。我必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我不帮助他们的借口是什么？为什么我不是一个恩慈的人？如果你还不懂我在讲什么，那么请你牢牢的记住一句话，就是恩慈的头号敌人是忙碌。恩慈的头号敌人就是忙碌。我们是常常会说，我实在太忙了，我根本没有时间，他可能会打乱我的时间表，我有我的优先顺序跟压力。
我连我为我隔壁那个生病的这个同学带个盒饭的时间都没有。如果这正是你的回应，那你真的是太忙了。因为恩慈的事情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弟兄姐妹，你的世界当中充满了需要你恩慈对待的人，要对人多一点点的感觉，打开你的眼睛，好好看你周围的人。同样在家里也是一样，我们在家中呢，怎么样能够表现恩慈呢？我们可以从一般的礼貌开始做起。你看，有时候我们对越亲近的人，我们就越粗鲁。你怎么样对待你的太太？怎么样对待你的先生？你对他很恩慈吗？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亏欠彭家，他给我吃过很多东西啊，我都不会说谢谢，少吃了一点或什么做的难吃，我马上批评。完了以后心里很后悔，又不懂把握机会，赶紧说这个道歉。我们要懂得把握机会。很多时候我们嘴巴都是什么？简直硬的跟什么样，那个打都打不开。你对他们很恩慈吗？你对他们很关心吗？你会对他们献上感恩吗？或者你只是会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的？你怎么面对你那个暴躁不讲理的老板呢？你可能很不喜欢那个家伙，但是你还是可以恩慈对待他的。对那个新来的同事跟同学呢，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会，因为根本没有人好好教他。还有那些对你很不友善的人呢，你知道不友善的人是最需要恩慈的，他们需要更多的恩慈。所以好不好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学习以恩慈的行动待人。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因为你的爱使我们学会爱，因为从你的爱那里，我们才有能力爱人。主啊，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我们能够恩慈待人。靠着你，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耶稣基督样式的基督徒。靠着你，我们能够结那圣灵的果子，恩慈，使我们能够在世人面前为你做那好的见证，也使我们能够成为光和盐，能够对我们周围人有影响力。主啊，恩慈是发挥影响力的第一个步骤。求主你帮助我们，常常在你的里面来成长，成为一个有恩慈行动的基督徒。祷告你奉主耶稣基督所求的，阿们。我们今天很高兴有那个 Matt 跟 Hope 他们两位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他们过去曾经去中国好几次，也在那边当老师，然后同时也把福音传给中国的同胞们。那他们事实上也有领养这个中国的小孩，是我们多年的老朋友了，因为他以前也常常来我们教会。那今天他来到我们当中，也想要分享他们在这个宣教上面的意向。因为他们又有这个机会要再回中国去，这次要去四川，对不对？我详细我不讲，我让 Matt 来讲啊。那我就把时间交给他，我们欢迎给他打，谢谢。